这个空压机还没送电，就把这个电工吓得远远的看。今天来到一个工地，来看看这个空压机修了1天了还是不转，看看好不好修。这3个都不吸是吧？对，没反应。它这是一个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，然后接触器也换了新的，上面这个小接触器是风机的，这个接触器也坏了，风机也烧了。他们还说刚开始送不上电，最后发现烧了个风扇，就是散热风扇电机烧了，拆下来就能送上电。送上电结果主电机又不转，那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。现在是测一下电，没有电，也不敢送电。接触器不吸合一般是控制电路没有电，那就看一下控制电路的保险丝断没断。指针表呈1档侧通断，通。本以为如果保险烧了那就捡了个漏，结果漏没捡着，还得继续找原因。因为接触器没吸合，一定是线圈没过来电。下面就找它这个线圈为什么过不来电，那就看一下接触器线圈的线号18，其他2个就是16和17。给线圈供电的是这一个屏控制器，是控制器内部给它输出，让谁吸合让谁断开，在这个位置16、17、18，所以还得通上电看一看。直接通电我不敢，我这人胆小，所以检修空压机电路我都先把负载拆掉。拆负载就是拆掉电机线，确定主电路控制没问题，再往上接。送电、测电、测电压3项电，不缺项，电压很正常。点了空压机启动，确实是没有吸合。再测控制电路的电压，变压器输出也很正常。你说这是哪里的问题呢？所以还是这个控屏没有信号输出。难道它这个要换控制器吗？可是在我按下急停的时候发现了问题，接触器吸合了一下。而这种情况就是不正常的。他们动过这个急停开关吗？他们说这个急停是换过的，原来是怀疑急停不好。是急停开关接错线了吗？换啥意思？接的不对，接的不对，接的不对，搁这涂了。这2个全是红的 IC， 你这个不对。这是好的，你换错了，我把它那个把电拉了再重新换了。这2组开关的按钮不一样，有常开有常闭，它应该都是常闭的，它换成了一个常开一个断开的，也就是说接触器这个电源信号一直处于断开的状态，把原来这个换上就好了。现在它这个信号处于闭合的状态，处于接通的状态。好了，电来了。先是插个到吸口，这也插个到吸口，然后3秒、2秒、1秒，它吸口它断开了。对呀，控制线路没问题，再把电机线接上，然后接上电机再启动一下。好了，电送上了，那就启动一下看看。这个大哥上去就按启动，还好，电机启动、转换、运行都正常。还有它这个小风机烧了，我测接触器的输入端3项电压正常，不缺项。而测的风机3项线圈可以确定是烧了。它空压机是2个风机都烧了，地上这个也烧了，应该就是缺项烧的。而控制风机的接触器有可能是触点粘合导致的缺项，这个换个新接触器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这个电路的检修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我躺在女孩的床上去测她的手都带100多伏的电压。上一个视频的后续来喽，是不是新的电热毯就不带电呢？同样趴在电热毯上对墙也测出了100多伏的电压。测电就测电呗，为啥非得上人床呢？因为只有整个身体趴在这个电热毯上，
产生的电压才会更高。旁边这个大哥还不相信，你看我测他的手之间都有一个100多伏的电压，都是电热毯的问题，是电热毯的磁场对我身上产生感应电，然后我拿着电笔又通过电笔对墙和对他的身体来放电，同时电笔计算出电压，就这么个原理。它就是像这种充电器啊、电脑啊，它的这周围它都会有磁场。电路子，最早是发现电路子。对，电路子它会有磁场，磁场有一个辐射，然后这个磁场会通过你的人体或啥的对这个墙体放电，这个墙体是潮湿的，擦上以后都有。这个墙体有吗？墙体有。手拿着这个线。好了，接着说那个测零地电压过高的问题。我现场测的零地电压是7伏，我觉得不正常，有点高。后来测量它整个楼座的零地电压都是7伏，所以我当时认为它变压器那一块做的不好，才会导致零地电压过高。于是和物业的师傅找到了每个楼座的低压柜去测量，发现有的楼座的低压柜零地电压很小，0. 几伏，当然0伏为最好。又分别测了其他楼座的低压柜，测的电压有的高有的低。你看这一个接近2伏，又不一样。当时我就怀疑离变压器这么近，它的电压为什么那么高呢？应该为0才对呀。而我找那一个楼座的低压柜，顺着桥架拐过来拐过去，终于找到了它楼座的那一个变压器和低压柜。有一个情况是后来了解到的，就是它这个变压器和低压柜是还没有交付，属于地产来管。进来以后我没有听到变压器嗡嗡的声音，所以我就很诧异这个电从哪来的。正常是变压器嗡嗡的声音很大，而这一个很静，没有声音，所以我当时怀疑是从别的楼座的变压器拉过来的。它这个地下不止一个变压器，而我在这个低压柜测量的零地电压，零线和地线的电压是7伏，所以当时很诧异是什么原因，因为它呈现的故障现象和我以前遇到的不一样。但是问物业的师傅他也不清楚，也不知道，问谁不知道，所以我就暂时放弃了寻找原因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零地电压过高呢？后来终于联系上地产管电力的师傅，一起到相变这里看一下。为什么要看这个相变呢？室外的相变，因为那个小区所有的电都是从这个相变接出去的，临时的电。那下边变压器没送电，你们不是在里边也说了都是临时电。那在这个地方测量一下，看零地电压怎么样。测零排与地排的电压，0伏，表针一动不动，这是正常的。而从这个位置到它每个楼座的距离太长了，光地下车库那一块都9曲18弯，这样就造成零地线有一个电压差。可以在变压器这个地方测量一下零排和地排，是0欧，它是电阻很小很小，所以这样就能说得通了。变压器这一块一切正常，为什么过去以后零地电压变得异常？这只是我错了，这也是我没想到的。所以很多经验就是这么来的，下次再遇到这样的现象我就懂了，我就知道了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